如果拜登政府被迫面对国会的质询，那么甩锅给情报机构就是最方便的脱身之计了。情报部门没有向他提供充足而正确的情报嘛，所以做出了错误的决策。美国情报机构和美国总统幕僚机构之间的斗智斗勇已经延续了几十年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斌说。今天呢，我们说一说为什么美国的情报机构说不了解乌克兰的情况。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官员说乌克兰政府没有向他们提供军事行动计划的机密，这导致了美国情报机构对乌克兰的信息盲点。前美国高级情报员贝斯桑纳说，你能找到一个人自信地告诉你乌克兰损失了多少军队，损失了多少装备吗？每个人说自己不了解乌克兰军队的情况，这种说法有可信的一面，但是也存在着混淆视听的一面。从可信的这一面来说，乌克兰军队的战场组织指挥和行动控制都做得不是很好。如果没有北约的情报支持，乌军高层对乌军的前线的真实情况恐怕真是一问三不知。就算有北约的支持，乌克兰的高层也搞不清楚情况，因为乌军是多头管理，阵出多门，不同类型的部队分别属于不同的机构。比如乌克兰的国防军由乌克兰政府组建和指挥，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则是由北约直接训练和指挥，在东部地区的国民军则是由特种部队呢来组织和指挥。这其实就是一群临时接受军事训练的老百姓。一些警察部队呢也投入了战场，还有之前主力被消灭了的亚速营以及外国的雇佣兵等等。另外，乌克兰武装都存在着临时征兵或抓壮丁的情况。前期乌军参谋部公布的战报被发现许多数字都是假的，这几天呢也没有战报了。所以美国情报部门说不掌握乌克兰军队的员额情况和伤亡数据，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乌克兰自己都搞不清楚。美国情报机关呢也是在撒谎。按照美军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说法，乌克兰官员只告诉了美国人自己的战略目标，没有详细的作战计划。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事实上我们对俄罗斯方面的了解可能比我们对乌克兰方面的了解更多。这种话呢就要3-7听还要打8折了。自从2014年乌克兰内部以及克里米亚事件之后，美国势力就深度介入了乌克兰政府的运作，包括泽连斯基本人在内的乌克兰政府官员几乎都是美国利益的代言人。军事情报机关这么要害的地方，当然也少不了美国人的眼线，甚至于就是美国情报机构在亲自操作。我们感兴趣的是美国官方的表态中透露出的另外的信息，那就是美国对俄罗斯的情报工作。收集俄罗斯情报一直是美国情报机关的工作重点。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俄关系还比较亲密，美国人更是借机大肆获取俄罗斯的情报。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呢，美国对俄罗斯军队的行动做了详细而周密的跟踪分析，甚至是准确的预报了俄军发动进攻行动的时间。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和北约动用了几乎所有的情报手段，包括卫星、侦察飞机，对俄军的部署和动向进行了严密的监视，把有关的情报提供给乌克兰的特种部队，使俄军在战争前期遭受了重大损失。美国情报机构为什么这个时候出来表态说对乌克兰的军事情报了解很少呢？我推测这很可能是要甩锅。俄军取得最后的胜利已经是比较有把握了，到时候美国国会恐怕要问责，向乌克兰提供了那么多的军事装备，组织几乎整个北约的国家向乌克兰赠送坦克、火炮和导弹，在这样大力度的军援之下，乌克兰军队竟然还是丢掉了顿巴斯。拜登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如果拜登政府被迫面对国会的质询，那么甩锅给情报机构就是最方便的脱身之计了。情报部门没有向他提供充足而正确的情报嘛，所以做出了错误的决策。美国情报机构和美国总统幕僚机构之间的斗智斗勇已经延续了几十年了，所以情报机构在黑锅甩过来之前，赶紧先表态，说自己没有办法拿到足够的情报。美国政坛这样的勾心斗角或相互甩锅多了去了，网友们又有热闹看了。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